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加勒比海盗5。在很多年前，萨拉查船长的父亲和祖父都死在了海盗手里，于是他为了复仇，准备把海盗斩草除根。他强大的火力摧毁了数十艘海盗船，海盗们船沉翻倒，被打得落花流水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将死的老船长把罗盘给了年轻的杰克，并警告杰克不要背弃罗盘。肩负重任的杰克站了起来，看着所剩不多的船员，罗盘为他指向了远处的魔鬼三角洲。于是杰克站在瞭望台上挑衅着萨拉查，并且重新扬起了海盗旗。中计的萨拉查直追向了前往三角洲的杰克，但杰克早有准备，在礁石附近来了一手逮虾户，一个急转弯避开了三角洲，一边玩着罗盘，一边轻蔑地看着来不及逃走的萨拉查。进入三角洲后，萨拉查的船开始爆炸，船员被炸得全身是洞，沉入了海底。但心中的愤怒让萨拉查被诅咒成了不死之身，而诅咒的起因就是杰克的罗盘。杰克成为了他们的船长，船员们纷纷送给了船长自己最宝贵的东西，也是杰克至今都随身携带的东西。现在传言杰克死在了圣马丁。9年前，特纳和伊丽莎白的儿子亨利一直在研究波塞冬的三叉戟，传说三叉戟可以破除海洋上的一切诅咒。他孤身来到大海上，在脚上绑住石头，掉进了海底。飞翔的荷兰人号冲出了水面，特纳的脸上也逐渐长出了海鲜。儿子告诉了父亲三叉戟的事情，但特纳认为这只是传说罢了。亨利直言说杰克一定帮他找到三叉戟，没有人能阻止他救回特纳。父亲给了他一个项链，说完两个人依依不舍地分开了。9年后，亨利长成了大小伙子，他在海军的船上当水手。此时他们的船距离魔鬼三角洲越来越近，亨利拼命阻止司令掉头返航，否则整艘船的人都会死。但别人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儿，以叛徒的名义把他关进了地牢。这些年，亨利一直在寻找杰克，却没有任何的线索可言。进入魔鬼三角洲后，萨拉查的人屠杀了整艘军舰。他来到地牢，看见了被关押的亨利，也看到了地上关于杰克的通缉令。为了让杰克知道自己准备回来复仇，他留了亨利一条命，回去找杰克传个口信，就说死人即将找他索命。在圣马丁，监狱中关着一个女孩卡丽娜，她只是研究父亲留下来的日记，却被当成了女巫。她越狱后刚好赶上了圣马丁的银行开幕式，这个传说中最安全的保险柜。打开后发现醉醺醺的杰克和市长老婆躺在里面，另一头的大副已经驾起马车准备把保险柜拖走，结果滑稽的连房子带杰克一起拖向了远处。金库没有关门，金币撒得遍地都是，造福了平民。而卡丽娜躲到了一家卖望远镜的店里。卡丽娜研究了天文学很久，她找到并画出了200多颗专家都没有发现的星星，因此被当成了女巫。正当老板掏枪准备叫保安的时候，被摔下来的杰克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他们的面前，一扫而过的银行掀翻了房顶。杰克和卡丽娜一起逃了出来。杰克将卡丽娜推到了草车上，吸引官兵，自己平安无事的和大副等人一路逃到了港口。当他们打开一看，金库已经空无一物，只剩1枚金币。失落的水手们纷纷准备散伙。杰克身为船长，没有船，只有装在瓶子里的黑珍珠号。水手们说巴博萨才是海洋霸主，有钱有势，就连大副都无奈地离开了杰克。现在跟着他实在是没什么搞头。孤单的杰克看着黑珍珠号和他向往的大海。另外一边，亨利作为唯一的幸存者接受了海军的审问。他昏迷时碎碎念着三叉戟和海盗，但现在他即将被处以逃兵的名字，判处死刑。躲在这里的卡丽娜连忙询问他为什么寻找三叉戟。两个人对传说中的三叉戟都很有研究。卡丽娜拿出父亲留给她的日记本，上面镶嵌着一颗红色宝石，据说这是伽利略为了寻找三叉戟记录的笔记。因此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。想要找到三叉戟就必须解读没有人能看得懂的航海图。卡丽娜坚信天上的星星就是航海图的方向，只有血月出现的时候才能够找到准确的方向。说完，卡丽娜吸引官兵注意力，放走了亨利。杰克一无所有地走在雨中，他想在酒吧买杯酒喝，却奈何身无分文，他只好用罗盘换了一瓶酒。正当杰克背弃罗盘的一瞬间，魔鬼三角洲发生了坍塌。萨拉查摆脱了三角洲，重见阳光，获得自由的他决定去找杰克复仇。酒后，杰克被海军抓了回去。在监狱里，卡丽娜发现血月出现，她抠下宝石，看到了映射出来的线索，释放海洋的力量会分离一切。星星指引的地方正是一座小岛。另一边，亨利看到杰克被捕，一路跟到了地牢。他直言自己是伊丽莎白和特纳的儿子，自己儿时一直寻找的大海盗杰克居然连裤子都没有。亨利告诉了杰克萨拉查交代的话，现在只有三叉戟可以帮助他们两个人。在一艘布满黄金的船上，
巴博萨当起了优雅的有钱人，和杰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就在这时，手下告诉他，萨拉查盯上了他们。有些耳闻的巴博萨找到了女巫莎萨，准备算一卦。女巫告诉了巴博萨，杰克准备找三叉戟的事情。虽然萨拉查在海上无敌，但是他们不能上岸。女巫建议巴博萨回老家当农民，这样才能保命。但巴博萨根本不甘心。女巫得到了杰克的罗盘，她让巴博萨带着罗盘去阻止杰克找到三叉戟，这样他就不会出事儿。杰克被押往了死刑场，路上见到了叔叔，叔叔提醒他，海水已经被血液染红，他最好还是躲在岸上。只可惜杰克就要在岸上被砍头了，一同押来的还有卡丽娜。两个人开始轮流演讲自己的遗言。就在这时，亨利带着大副杀了过来，一炮轰断了杰克的断头台。接下来的10几秒，杰克在鬼门关反复横跳，进进出出。一行人驾驶一艘破船驶向了大海。此时在大海上，巴博萨和萨拉查已经见面了。就在萨拉查准备一口吞掉巴博萨时，巴博萨提到了杰克的名字。萨拉查让他说出杰克的位置，不然现在就让他们原地去世。巴博萨以带他们去找杰克为筹码，保住了一条性命。卡丽娜把自己找到的线索告诉了亨利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具体的方向。杰克把亨利扔到了海里，逼问出了卡丽娜知道的一切信息。杰克巧妙地掌握了年轻人的暧昧心理，杰克传授给了亨利一些自己的把妹技巧。卡丽娜寻找日记上的线索，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父亲，而巴博萨花了1天的时间也没有找到杰克。就在生死关头，杰克的船开了出来，而杰克也看到了远处的萨拉查，他带着卡丽娜和亨利划着小船避开了其他人。萨拉查派出了鬼鲨追击他们，卡丽娜觉得现在就是在浪费时间，脱了衣服直接游向了小岛。鬼鲨紧接着包围了杰克两人，小船被撕扯的缺一块少一块。萨拉查带着小弟们开始水上漂，直直杀向杰克。亨利吸引了鬼鲨的注意力后，跳进了水里，开始游泳上岸。杰克却一脚踩空，眼看着大事不妙。杰克勾住了一条鬼鲨，把小木船改造成了快艇，顺手把亨利拉了上来。3个人平安上岸后，萨拉查已经带人追了上来，但他们无法上岸，否则会像小蜘蛛一样灰飞烟灭。躲进小岛后，3个人又被杰克千万仇人之一抓了起来。还好巴博萨及时赶到，救走了杰克。巴博萨决定和杰克一起寻找三叉戟，但他们在海上根本跑不过萨拉查的鬼船，除非把黑珍珠号放出来。巴博萨掏出黑胡子的宝剑，一刀刺穿了瓶子，黑珍珠号开始慢慢变大。丢进海水后，彻底恢复了原本的样子。猴子回到了巴博萨身边，巴博萨顺手抢走了黑珍珠号的抚养权。在船上，巴博萨问卡丽娜，这本日记你从哪儿得到的？听到卡丽娜说是父亲给的后，巴博萨沉默了，因为这本日记就是巴博萨留给自己女儿的，但他不敢和女儿相认，自己的身份根本不适合当父亲。巴博萨拿出了罗盘，指针指的正是自己的女儿。杰克听到了他们说的话，想起了巴博萨老婆的名字。杰克纳闷啊，巴博萨这么丑，为什么能生出这么美的女儿？杰克的封口费就是自己的罗盘，只可惜猴子不给他机会。突然海军杀了出来，还没开火就被萨拉查的船一口咬碎。萨拉查就是想要杰克的命，双方展开了殊死的较量。卡丽娜突然看到了天上的星星，找到了正确的方向。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岸边，萨拉查只能在岸边等待着。亨利为了救卡丽娜，被萨拉查活捉了起来。小岛上的礁石反射着闪耀的光芒，但是有一颗却没有发光。巴博萨把日记上的红宝石给了女儿，5颗宝石集齐后，灭霸来到了地球。海底的三叉戟释放了海洋的力量，大海被一分为2。杰克捡起了卡丽娜掉落的日记本，为了抢到三叉戟，萨拉查附体在了亨利体内。杰克拿着宝剑和亨利耍起了杂技，但他不能伤害自己朋友的儿子，宝剑被打掉在地。萨拉查趁机拿起了三叉戟，成功和亨利分体。三叉戟可以控制海洋，他只是挥舞了几下，杰克就被海水打得站不起身来。卡丽娜唤醒了亨利，他突然想到，如果三叉戟可以解除诅咒，那摧毁三叉戟就可以破除海洋上的所有诅咒。此时杰克被萨拉查刺穿了心脏，万幸的是日记本帮他抵挡了致命一击。亨利一刀劈碎了三叉戟，解除诅咒后，萨拉查恢复了人形，但分离的海水即将合并。巴博萨开着黑珍珠号从上面支援了他们。巴博萨跳下去拉住了女儿，看到巴博萨的纹身，卡丽娜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父亲。巴博萨说，你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。眼看着萨拉查离女儿越来越近，巴博萨拔出宝剑一跃而下，把萨拉查拖进了海底，用生命保护了自己最珍贵的宝藏，自己被海水埋葬了。
回到船上后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他们摘下了帽子，致敬了这个伟大的船长。杰克把捡到的日记本给了亨利，让他安慰卡丽娜。卡丽娜告诉他，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拥有了全世界，却转眼烟消云散。卡丽娜告诉亨利，巴博萨才是他的名字。不久后，亨利带着女友卡丽娜来迎接父亲。飞翔的荷兰人号来到了岸边，解除诅咒的特纳恢复了自由。儿子把项链还给了父亲，他做到了9年前许诺给父亲的诺言。此时，伊丽莎白走了过来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看着远处的2对爱人，杰克虽然嘴上说着他们恶心，但是却还是很开心。杰克也并不是一无所有，猴子给他偷来了罗盘，他也得到了自己最爱的黑珍珠号。杰克说自己在世界的尽头还有一场约会，说完便驶向了自由。加勒比海盗系列暂时到此就完结了，以后还有没有杰克的冒险我不知道，但是到时候杰克一定没有对象，因为加勒比海盗5死无对象。我是瓜皮儿，告辞。